你有打工过的经验吗？我还记得自己第一份打工的工作啊，是在18岁考完学测之后，自己找了一家小小的意式餐厅当工读生。餐厅的环境跟工作气氛其实都还不错，不过那个时候啊，时薪却只给了80元。对于当时完全不懂劳动法令的我来说，根本不知道这种情况其实已经低于基本工资了。劳动部在近期公布了114年度工读生以及部分工时劳工劳动条件的专案检查结果，也制作了完整的简报，让大众知道，就算到了近几年，工读生权益打折的情况呢，还算是蛮常见的。所以今天这部影片呢，我想要进一步的跟各位分享一下，有哪一些是雇主聘雇工读生时常见的违法情况，也会分析一下要怎么做才可以合乎法令的规定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回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事实上从我以前还在当劳检员的时候，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针对工读生进行专案性的劳动检查。有的时候可能是针对特定的行业，有的时候则是针对商圈或是学校周边的店家执行检查。以个人的经验来说，这些店家大多会属于微型企业，所以被查到违法的几率呢，一直都还是蛮高的。此外常见的违反规定，我觉得也跟过去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我想就着重于劳动部这次公布的劳检结果前3名，逐一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可能的违法原因吧。依照劳动部公布的结果呢，这一次的专案检查总共查处了1852间事业单位，其中有465家被查到有违法的状况，违法的比率达到了25% 左右。当然呢，大家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心里一定会想说，怎么可能只有这样子的数据而已啊？不过由于劳检的量能是有限的，这次也只是针对特定的专案来公布结果而已。实际上劳检还有很多不同的专案以及陈情的案件在执行，所以我们的影片呢，还是会聚焦在本次新闻稿公布的内容而已哦。这次专案劳检排名第1的违法状况，就是雇主没有依法给付假日出勤的工资给工读生。其实这个应该算是很基础，不太应该要违反的规定。因为我们随便到路上拉一个人来问问看劳工在国假出勤的时候，雇主要不要给加班费？我相信大多数人直觉都会回答，当然是要给2倍或是要给 double 的薪资等等的答案。不过我想先建立一个基础的概念让各位参考。事实上劳动法令之中并没有工读生这几个字，而是依照正常工作时间区分成了全时工作者以及部分工时工作者。另外则是依照薪资给付的方式区分成月薪制以及时薪制的劳工。碍于篇幅的关系我想要直接跳到结论来说，那就是大部分的工读生应该都会是属于部分工时时薪制的劳工。至于其他类型的详细差异以后我有机会再来进一步的分享吧。总而言之呢，一般的工读生如果遇到国定假日的时候，严格来说，雇主应该要参考像是画面上的表格来决定是否要给薪。但是一般的情况之下，几乎很少有雇主会跟工读生协议有出勤义务，但是实际上又没有出勤的状况。所以大多数应该都会是下排的2种情形，也就是只要有出勤，就要依照时薪来发给加倍的工资。我们用劳动部的时薪制加班试算系统来计算看看吧。进入系统之后，我们先点选时薪制，然后输入约定的时薪，例如时薪是200元，然后在休假日出勤时数这边假设是6个小时的出勤。那这样子输入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除了当天原本就要给付的1200元工资之外，每小时还要再给1倍的薪资。所以这名在国假出勤6个小时的工读生，实际上一天是可以取得2400元的工资的。有些是属于服务业类型的企业，其实是假日或是连假繁忙的时候才需要另外请工读生来帮忙，然后就会误以为因为工作的期间很短，所以只要算做几天给几天的钱就好，就很容易会不慎违反了这样子的规定了。举例来说某一家的小店在今年9月25日到28日的中秋连假，请了工读生连上4天班。虽然这4天在政府机关的行事历上都是红字，可是实际上的周6以及周日，也就是26日与27日不会是工读生的休息日以及例假，所以这2天呢，其实是不用特别计算加班费的。然而25日以及28日就分别会是中秋节以及教师节等国定假日，所以有出勤的话，这2天就要用加倍工资的方式来计给了。总之呢，如果很常在连假期间聘请工读生帮忙的话，务必就要搞清楚哪几天是国定假日，而且也要特别注意加班费的计算义务了。
再来的第二种常见的违法情况，依照新闻稿公布的内容是未依法安排例假以及休息日。不过我觉得更直觉的说法应该是雇主有让工读生连续工作超过6天，因此而受到了处罚。依照劳动部过去的解释除非是比照公务机关行事历出勤的部分工时工作者，否则一般的工读生其实是不能适用变形工时制度的。也就是说就算跟工读生约定好是采用排班制，可是在排班的时候还是要遵守2大原则，那就是在7天的周期之内要至少排定1天的休息日以及1天的例假，并且跨周期也不能有连续工作超过6天的情况。一旦雇主实际上让员工连续工作达到7天或甚至更长的时间的话，劳检员呢很快就可以从出勤记录上看得出来有哪些违法的状况，自然就可以依照劳基法第36条的规定依法处分。也提醒一下，有些自以为聪明的雇主可能会想说，那我就干脆不要配合检查，或是干脆就主张我们根本没有出勤记录可以提供。其实这样子的说法呢，可能会被认定是规避检查，或是没有依法制备出勤记录，罚则可能都比让员工连续出勤超过6天还要来得更重了。所以建议呢，还是从最源头的排班就要特别注意，这样子是最没有风险，而且也可以确保员工不会过于操劳的做法了。第3种违法的情况呢，则是雇主没有依法给付休息日的出勤工资。其实我觉得这一点通常跟前一种的违法状况会是绑在一起的。我们刚刚才提过工读生的排班应该是要在每7天内排定1天的休息日以及1天的例假，而且要注意不能有连续工作超过6天的状况。因此换个角度来看如果7天的周期内雇主没有排到足够的休息日或甚至例假日，也就代表劳工会有休息日或是例假日加班的情况，这个时候就应该要依法给付加班费了。我们在前几个月才有发布过劳基法加班费计算的全攻略影片，还不知道加班费要怎么样计算的劳资双方们，建议可以先回顾一下这支影片哦。我以画面中的举例来说，假设雇主在某一周之中只有排了周5作为1天的例假，当周的其他6天都是有出勤的，哪怕每天是出勤不到8个小时，但是在该周期内有出勤达到第6天的话，就会属于休息日加班的情况了。再进一步举例来说，假设某个工读生每天都只需要工作4个小时，然后在某一周只休息了1天的例假日，等于某一天的休息日同样会出勤了4个小时。这个时候就要以休息日加班的费率来计算当天的加班费。我们同样以劳动部的试算系统来看以时薪200元来说，前2个小时就要加给 1.34 倍，第3及第4个小时则要加给 1.67 倍，所以换算下来当天的薪资不会只有800元而已，而应该是1200元才对。我顺便补充一下，有些人可能会产生的疑惑好了，工读生在休息日的加班费为什么好像会比国定假日出勤还要来得低呢？如果以国价加倍的标准来计算，出勤4个小时的话，不是应该要发给1600元才对吗？这个其实就牵涉到了一个稍微有点复杂的议题了。我们的法定最低工资呢，目前是采用双轨制，而且看起来时薪好像比月薪换算成的时薪还要来得高一些，主要是因为时薪之中已经有隐含了例假以及休息日的照给工资，但是并没有包含国定假日的工资，所以如果国定假日有出勤的时候，才会需要给予更多的加班费。有关这个部分详细的说明建议可以参考劳动部在官网中的相关问答哦。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3大违法态样之外，其实在劳动部的简报之中，还有提到了一些其他也算是常见的违法情形，像是工资未全额给付的违规，通常会是雇主要求员工负担制服费或是因为员工违规而直接扣薪等等。又像是出勤记录没有记载到分钟为止，可能就是代表雇主是采用了便宜行事的方式，而没有严格控管员工的出勤记录制作状况，也有可能只简单采用了排班表来取代了打卡记录。从劳动部的简报以及所公告的违法企业名单中来看，违规的事业单位呢，其实也包含了很多知名的连锁品牌、上市上柜的企业或是国营企业等等。因此看起来我们整体的劳动环境应该还有不小的进步空间。总之呢，我觉得打工的过程会是许多年轻人进入职场的第一步，所以如果企业能够提供合规友善的工读环境，除了可以降低自己的风险之外，也才能建立更好的雇主品牌形象哦。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内容啦。如果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也请多多帮我们分享啦。另外，如果想要系统化的了解劳动法令、变形工时制度的话，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收看线上课程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